说起战争，大家就会想到将军征战，士兵搏杀，而太监终日与宫女嫔妃为伍，至多也只能把他们和阴毒狠辣的后宫争斗联系起来。但明朝不一样，太监不但可以上战场，还能立下大功，还能成为地方大员镇守边疆。不过，太监手握大权是之后的事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很警惕太监带来的危害，甚至设立铁律不得任用太监。而打破这一铁律的人是朱棣，让永乐大帝为他打破祖训的人叫狗儿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善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，清醒认识到滥用宦官的危害。按照明史中的说法，朱元璋时代早期，宫中太监的数量不足100人。后来太监的队伍慢慢扩大，宫中设立了12监，下面设有司局，以管理太监。朱元璋认为，太监的作用只应该负责宫中的杂役，不应该担任其他职责。如果不能妥善使用，太监就会发挥不好的作用，引发祸乱。用他们做耳目，则耳目被蒙蔽；用他们做心腹，则心腹就要生出疾病。所以皇帝一定不要过分信任他们。所以朱元璋给太监定下了许多严格的戒律，比如太监不能读书识字，朝廷各部门不许与太监有文书往来，太监不能兼任文武大臣的官衔，不能穿戴文武大臣的官服，官衔不能超过4品，每月可得1担米，所用的衣食都由宫中供给。朱元璋也会派太监出宫办事，却是几个别的现象。曾经有个老太监，某一天竟然和朱元璋谈论政事，立刻被朱元璋赶回老家。后来他下令在宫中树立一块3尺高的铁牌，上面明确警告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遇者斩。到了建文帝时代，还能严格遵守朱元璋的戒律，对太监的管理和约束十分严厉。也因此，洪武年间和建文帝时代，史料中很少提及宫中的太监，留下名号的太监十分罕见。毁掉朱元璋这些规矩的是他的4儿子朱棣。朱棣率领燕军起兵之后，手下的太监甚至可以带兵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太监名叫狗儿。狗儿作战勇武，参加过靖难之役的许多恶战，与汉王朱高煦、邱福、朱能等人都有过合作。狗儿大名王彦，如同狗儿之名一样，作为一个太监，正史中不会有他的专传，其生卒年份皆不知。明史《宦官传》中提到了狗儿的名字，关于他的其他信息不详细，所以我们只能从名人的散记中揣测。根据《辽东志》记载，狗儿是建州松花江人，最开始发迹于靖难，后次镇守辽东，凡30年，到正统时期69岁卒。在配合三阳之一的杨荣所写的《敕赐广宁寺记》中有一句狗儿将70，由此可以相信《辽东志》中关于狗儿记载的可靠性。狗儿如何傍上的燕王，这是史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。狗儿是建州人，但他什么时候归附的燕王却是个谜。明朝立国时，内地和建州关系并不亲密，两地少有来往。明史专家曹忠臣先生的《明成祖传》认为，洪武23年，燕王朱棣第一次随军北伐，抓获了元朝太尉哪儿不花，名声大振。继而朱元璋将塞北防卫进交燕王，燕王得此扩编卫队，招收了大量内附少民以为心腹，其中就有狗儿。明史专家丛佩远先生则认为，直到建文元年靖难，朱棣攻取了大宁，在此时迎娶了女真族侧妃，进而笼络了乌良哈3位。乌良哈中有大量女真人，如第1代辽东镇守太监王彦。从这看，丛先生就坚定地认为王彦出身乌良哈，归附于建文时期。今天能明确狗儿的战功是建文2年的白沟河之战，此战燕军大败。明史记事本末说全靠狗儿力战河北岸，燕军才免遭全军覆没的结局。同样，白沟河之战后，燕军在济南遭到了铁铉的顽强抵抗，燕军被迫撤退。2个月后，燕军在攻济南，狗儿负责在攻济南中最关键的华口偷袭。此战大胜，狗儿率领3000燕军斩杀数千人，俘虏战马3000匹。再看建文4年的小河之战，4月14日，狗儿率军偷渡小河。15日，朱棣率军正面攻击朝廷军，却被朝廷军杀败。关键时刻，汉王朱高煦和狗儿率偏军自林间突出击之，朝廷军被夹击，慌忙迎战。
最终朝廷军大败，溺死者不可胜数。5月爆发了淮河之战，两军隔河列阵。朱能、苟儿率100人向西前行20里，以小舟偷渡淮河，半夜突袭朝廷军大营。朝廷军以为燕军大军袭来，皆投戈弃甲而走。6月渡江战役，苟儿被燕王亲封为前哨。通过上面几次重要战役的记载，我们发现苟儿一直都是冲锋在前，2次偷渡都是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进行的。也正是这种勇往直前、冲锋陷阵，最终让他赢得了朱棣的信任和喜欢。额外提一点，这几次偷袭，苟儿是和其他大将一起行动的，他的同袍就是朱能、邱福这些勇猛的名将，日后的靖难新贵，甚至和朱棣的儿子朱高煦关系十分亲密。内关外派节制地方，史称镇守太监，这可是明朝特色，而明朝第一个镇守太监就是苟儿。苟儿在辽东做什么呢？虽然不同时代镇守太监的职责不同，但基本就是监军、管理火器、羁縻蛮夷、安抚边民。除了监军是实际职务外，其他职责多和边疆大吏重叠。那为什么还要设置镇守太监呢？辽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明初辽东地区并不太平，明朝的统治也不稳固。辽东是控制蒙古草原的重要一环，以辽东钳制蒙古左翼是明朝防边的国策。而且辽东还有拱卫北方重镇、燕王龙兴之地、北平的作用，朝鲜朝贡也必走辽东。所以从军事、边防、外交上来看，辽东都是重镇，这样就有必要在辽东加上多重防御。于是就派深受皇帝信任，并且懂军事能打仗的苟儿镇守辽东了。苟儿在辽东还真没闲着。永乐5年，朝鲜王世子入朝朝贡，苟儿全程护送。自永乐8年起，朱棣5次北伐，苟儿作为朱棣最信任的宦官，又深谙带兵之道，北伐自然少不了他。按照王士祯的《燕山堂别集·北征诏令》所说，5次北伐苟儿始终跟随朱棣，而且都是先锋之职。北伐结束后，苟儿依旧回辽东镇守。北京是朱棣苦心经营的新都。永乐15年，朱棣从南京出发巡行北京，在北京正好遇到了朝鲜朝贡使，李朝实录就记下了朱棣北巡的全过程，其中一句就是帝诏内关苟儿，可见此时苟儿从辽东调到了北京。北京毕竟刚刚建立，防御不全，所以苟儿很可能就是来当新皇宫保安队长的。到了仁宣两朝，最大的事就是汉王夺嫡。如前所述，苟儿因靖难和汉王一同流过血，二人关系至少是熟识。苟儿又在北京北面，可以直接攻击京师，苟儿必然是汉王的重点拉拢对象。但从杨荣的《广宁四记》中可见，无论是明仁宗朱高炽还是明宣宗朱瞻基，都不改对苟儿的信任，依旧让他镇守辽东。这一方面是苟儿对皇帝的忠心得到了皇帝的信任，另一方面就是苟儿扎根辽东20多年了，仁宣二帝怕动苟儿而引起辽东大乱。苟儿作为明朝第一位镇守内官，虽然是一个太监，但其风度不下将军，就是苟儿干得太好，这给了永乐等人幻想，认为作为家奴的太监都能和苟儿一样，所以镇守太监制度确立，太监被广泛的派到地方，虽不如文臣武将那样直接管军管民，但太监代表皇权，打小报告的本事一绝，其奏章直接传入宫中，直接给巡抚、总兵巨大压力，镇守太监实际成了地方3巨头之一。从此，宦官之祸成了明朝的一大顽疾。崇祯17年3月18日深夜，李自成攻入北京，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自缢而死，明朝宣告灭亡。在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，陪伴在他身边的不是亲人，不是阁臣或者武将，也不是神秘万能的锦衣卫校尉，而是一位名叫王承恩的太监。这样的结局极有象征意味，是整个明朝宦官之祸的一个缩影。